人类的飞船在土星面前就像一个光点。库珀带领3位科学家沉睡了2年时间，终于到达虫洞入口。所谓虫洞是一个球形体，里面像是包含了无数星星，它连接2片遥远星系，将空间折叠起来，达到一个捷径。即使距离上亿光年，只要通过它，人类就可以进行星际穿越。飞船接近球体，开始进入虫洞，隧道里瑰丽绚烂，无数颗星星化成光点从身后掠过，地球离他们越来越远。就在这时，小布博士突然看见船身的一个部位产生畸变，从里面伸出了一只手，他禁不住伸手握住，手消失后几乎是瞬间，他们就到达了目的地。几人很快就定位到了那3位先驱者发射的信号，也就是说有3个星球可能可以住人，其中一个就在他们附近，但有一个麻烦，就是这颗星球离卡冈图亚黑洞很近，黑洞产生巨大的引力，使得那颗星球的时间变得很慢，在那里待1个小时相当于地球上的7年，这太可怕了，一来一回也许就会消耗几十年。库珀难受极了，他想快点回到女儿身边，于是他们制定计划，要速战速决，取完样本马上离开，回到太空站再进行评估。很快，库珀驾驶飞船脱离空间站，为了快速着陆，库珀选择让飞船自由落体，凭借过人的胆色，只靠声音来感受气流。终于，他们穿透大气层，来到这颗满眼是水的星球。时间紧迫，每1秒钟都是奢侈的，但这里的引力是地球的1.3倍，每走1步都很累。终于来到信号源位置，却发现这里什么都没有。此时，板片子突然捞起一个破碎的发射器，原来之前来的飞船已经遇难了。小布发现碎片在小山那边，但库珀仔细一看，却大惊失色。远处的大山正在移动，那哪里是山，那是山一样高的巨浪。等他来到舱门，巨浪已经近在眼前。库珀拼命呼喊让他们返回，不然巨浪袭来大家都会死。可小布却坚持要把样本带回飞船。板片子化作奔跑模式，迅速赶过去将小布救回飞船，但另一位博士还来不及登船就被巨浪冲走。库珀几人在飞船上随波逐流，直到从上千米高的浪尖坠落。他拼命爬向驾驶位，可飞船却因为进水无法点火，必须先完成排水，排水就需要将近1个小时，这让库珀几乎崩溃。他走的时候女儿才10岁，而在这里度过的每1分钟，地球都过去了1个月，时间一点点煎熬，排水终于完成。库珀争分夺秒打火起飞，可是第2波的巨浪已经袭来，库珀驾驶飞船贴着巨浪一飞冲天。再次回到空间站，留守的黑人博士成了一位老人。他说这里已经过去了23年，他甚至以为他们不会回来了。库珀打开地球接收器，着急的想知道儿女的状况。画面中先是出现少年时期的儿子，他兴奋地告诉父亲交了女友，后来他成年了，还生了孩子。听到这些好消息，库珀笑了起来，可笑着笑着就哭了。他错过了儿女20多年的成长。再后来，儿子成了中年男人，他变了，脸上没有了青涩的笑容，有些颓然地坐在那里。他告诉库珀，外公去世了，因为灾难他还失去了1个孩子。他说，爸爸，你到底在哪里？我们都在等你，算了，你不会再回来了。几十年的等待，儿子已经绝望。库珀刚要摸摸儿子的脸，画面却就此消失。突然，一个女人出现在屏幕，正是他的女儿墨菲。这是多年来女儿第1次出现在画面中。如今她真的跟库珀一样大了，但爸爸还是没有回来。他没有浪费自己的天赋，成了科学家，跟着老布一起试图解开引力方程式，希望将全人类都带上太空，开启星际殖民时代。无奈一直没有成果，因为要想解开方程，需要黑洞中的量子数据，但无论什么东西，只要进入黑洞，都再也不会出来，数据根本不可能得到。库珀即使着急，却也没有其他选择，只能前往另外2颗星球查看。来到第2颗星球，飞船穿越云层，却把云朵撞掉了一块，看来云朵都被冻上了。这里满目冰天雪地，到处都是一片霜白，这么贫瘠的地方真的能住人吗？库珀几人根据求救信号找到了宇航员的驻地，他们打开休眠舱，发现这位博士依旧活着。终于等到人类到来，他哭了起来。可想而知，作为先驱者，他都经历了什么。博士告诉众人，这颗星球的白天黑夜各有67个小时，引力只有地球的0.8倍，让人感觉很舒服，但地面的空气无法呼吸，在表层下面还有一层，那里的空气可以呼吸，适合人类生存。众人对星球进行评估，可就在这时，地球却传来视频，墨菲再次出现，他状态很差。原来老物理学家老布死了，在临死之前告诉他一个秘密，拯救人类的计划就是一个弥天大谎。老布知道没有黑洞数据无法解除引力方程式，能承载全部人类的超级空间站就无法升空，地球人类根本走不掉。让库珀等人上太空，其实是为了让他们将人类受精卵带走，找到新星球后直接
接在那里扎根殖民，再也不要回来。地球人类早已经被抛弃，包括他的儿女。墨菲在视频中非常痛苦，他想知道父亲是否知道这个阴谋，自己是不是被父亲抛弃了。库珀没办法向地球传递信息，看着女儿哭泣，他心如刀绞，他必须要回地球。走之前，博士带他去探查地下层，谁知刚到一个悬崖边，博士就突然扯掉库珀的通讯器扔了，然后一把将库珀推下悬崖。库珀惊险地扒住崖壁，博士就爬下来继续踢他，想要杀死他。原来这里的一切也都是假象，这颗星球上根本没有空气，是博士太害怕一个人死在这里，才发射了假信号等人来救援。如今他要抢先夺取空间站，独自回地球。两人扭打在一起，库珀的头盔被博士撞碎，氧气快速流失，他很快就会窒息而死。博士就这样走掉了。库珀拼命爬向通讯器，朝小布博士呼救。半骗子驾驶飞船迅速赶过来，终于在他要憋死的前一秒给他呼吸机。可这个时候驻地发生爆炸，那名老去的黑人科学家被炸死。博士驾驶飞船朝着太空的空间站飞去，可就在他要进行对接的时候，却发现无法完成。原来是板骗子提前察觉到数据不对劲，对博士产生了怀疑，于是对飞船设置了禁止对接的命令。但博士已经红眼，完全不听库珀和小布的呼叫，他决定手动对接，可是却一直对不上。他着急地打开舱门，一瞬间就被吸进了太空中，飞船直接撞向空间站，发生了巨大爆炸。冲击波让空间站快速旋转起来，朝着下方的寒冰星球扑落而去。一切都完了，库珀极其冷静，他当机立断，不退反进，朝着空间站追过去，必须完成对接，否则他们将被放逐在太空，永远回不去了。此时空间站转数每分钟68，半骗子说没人能在这种情况下对接，但库珀必须赌上一把。他利用反向推动器追上飞船，跟他达到同样的移动速度。接着他命令板骗子调整角度，无限接近对接口，位置正确。库珀马上调整飞船转数，随空间站同步旋转，从而达到相对静止。巨大的旋转压力下，他们都被离心力甩得头脑充血。小布很快承受不住晕了过去，库珀凭借强大的意志力硬撑。越是这个时候，越是考验宇航员的水准。终于在空间站即将掉落大气层之前成功对接，降低转数，开启反向推动器，将空间站推出寒冰星球。死里逃生，二人忍不住笑了起来。但很快更大的危机出现了，他们发现空间站已经进入黑洞的引力范围，也就是说他们即将被黑洞吸进去。库珀马上查看空间站受损情况，巨大的窟窿泄露了大量能源，补给已经不够他们回到地球，只能想办法先去第3颗星球。如今燃料不足，库珀索性将计就计，利用黑洞的引力先将他们拉向他的边界，再用引力弹弓效应把空间站发射向第3颗星球。但这么做必须牺牲掉助推的飞船和驾驶人，板骗子当仁不让成为牺牲者。小布博士不忍心，但板骗子有自己的职责，这是唯一能拯救人类的机会。他甚至还想着西进黑洞后争取把量子数据传出来，这样人类就可以解开引力方程式。在黑洞面前，空间站渺小至极，吸积盘美丽绚丽，好似发光云彩做成的水流，其实这都是被黑洞吸进的光芒。临近边界后，两人都被巨大的引力拉扯，几乎难以承受。仅仅这么一会儿，他们已经花费了51年。别忘了，距离黑洞越近，时间越慢。此时的人类是否已经灭绝，他们来不及多想。飞船到达黑洞边缘，引擎启动，助推开始了，能源快速消耗，空间站速度猛然上升，加速离开黑洞。助推器燃料耗尽，板骗子下令分离，朝着黑洞掉落。 Goodbye, Tars. Goodbye, Dr. Brent. See you on the other side, Coop. See you there, Slick! Ranger 2, prepare to detach. What? No! No! Cooper! 3. Cooper, what are you doing? 听了这话，小布终于察觉到不对，原来所剩补给根本不够两人。库珀早就决定牺牲自己，给小布闯出一条活路。2号助推器分离，库珀同样被黑洞再次牵引，朝黑洞掠去。库珀不断播报进入黑洞的情况，小布早已泣不成声，独自带着人类的希望飞往新星球，留下这位人类的勇者，置身宇宙中最神秘、最恐怖的地方。板骗子失去了信号，无法联络。就在这时，前方突然出现光点，不对，这形态感觉像是沙子，人类的沙子。